照相，一种记录瞬间的行为，正在变得越来越廉价。在饭前都要10连拍的今天，100张照片可能都不够我们在朋友圈展示一次完整的旅行。而在以前，100张照片已经足够记录一个普通人的一生。你有多久没翻过家里的老照片了？在那些斑驳的相册里，每一次跳转都意味着人生的一次跨越，每一次翻页都会让回忆者感慨万千。那里藏着父辈们的青春时代，藏着他们的奋斗历程，藏着他们溢于言表的恋情，藏着他们的欢笑，也藏着他们不堪回首的过往。这些来自上个世纪的老照片会让你有所感触吗？其实他们都来自同一本相册，我希望你能铭记刚刚的那种感受，因为在这本相册的下一页，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这样一张照片：关东军化学部。一个像梦魇一样的词汇，就这样突然出现在了这段记忆的最深处，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一本无名的日本家庭相册。大家好，我是喜欢满世界收藏老照片的邹德怀。大概是在6年前，我东京的一位朋友给我在一家旧书店用93000日元买下了这本相册，而它曾经的主人就是一个曾在我国东北地区服役的侵华日军。这是一本非常罕见的相册，它几乎完整记录了一个昭和时代的普通人从少年到青年再到战后所经历的一切，其中的有些照片甚至成为了揭开某种谜团的关键证据。遗憾的是，我翻遍了整本相册都没有找到相册主人的名字。不过既然它被放在二手市场上售卖，那也许这本相册所代表的历史连它的所有者都不愿回忆。虽然不知道名字，但这个相册的主人的确是一个很孝顺的人。他并没有像其他日本军人那样把部队最高长官或者自己的功勋照放在相册的第一页。照片里的人应该是他的母亲狄元琴。2张照片还贴心地附上了拍摄时间，分别是昭和19年和昭和37年，也就是公历的1944年和1962年。在相册的第2页，我们的主人公终于出现了，一个穿着某种节庆服装的5岁小朋友。当时他很有可能是在表演节目，或者在某个景点游玩。从照片的边缘来看，他应该是被剪裁过，这也许是他拥有的第1张照片。之后的照片一下子跳到了主人公的青春期，他穿上了我们在动画里常见的日本学生装。17岁的时候，他特意的拍了一张身穿和服的个人照。主人公在这部分的记忆是平淡而又和煦的，直到18岁那年，照片画风骤变，他一下子让我想到了《进击的巨人》里那些马来士兵。不知道是认知惯性还是什么原因，在那张18岁的脸上，我愈发地感受到一种危险的气息。昭和16年3月，那种气息开始扑面而来。相册主人公开始接受军事训练，那一年即是公元的1941年，也是在这一年，日军攻下了包括福州在内的大半个中国，并且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同年12月，主人公似乎完成了他的训练，在照片的右下角清晰写着我们刚好认识的6个字：充气击赠纪念。这或许是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受枪仪式。昭和17年，根据右边的注释，我们的主人公在一个叫做向导百花园的地方玩了一圈。我搜了一下，这似乎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城市花园，它就位于东京，现在还在向游客开放。而在第2年，从身上的护具还有手里那根顶部有保护套的长柄木棍来看，他似乎已经开始练习拼刺刀了。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一张画面感非常强烈的照片，一张全家人的合影。相册的主人公穿着军装站在家人们中间，他站得非常挺拔，双手紧贴裤线，那似乎是一个标准的军姿。他的胸前还挂着某种类似绶带的装饰物，我推测那应该是折叠起来的日本国旗。2战时期的日军确实有这种习惯，他们喜欢在国旗上签名，给自己写各种各样的祝福话语。而在他的左手边就坐着他的妈妈。这张照片拍摄于昭和19年，按照相册里的年份推断，此时的主人公才21岁，而他的妈妈已经67岁了。家里的小孩站在前排，他们穿的都非常正式。从着装来看，这并不是一个多么富裕的家庭。比如照片中间这个小男孩，他的上身穿着洋装，脚上却踩着传统的木屐。我猜想这是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给一个正在发育期的小男孩买一双穿不了多久的皮鞋确实不太划算。而左边的这个小女孩似乎就不必为此烦恼了，隔着老照片的滤镜，我都能感受到当时她的皮鞋一定擦得特别亮。明明是一张合照，却没有一个人的脸上带着笑容。照片右侧那个拄着拐杖板着脸的老军官，以及他们背后那个插满了日本军旗的装饰物，都在向我们暗示这张合影所处的背景。相册主人对他的描述只有2个字：
出征。接下来的照片就不可避免地和我们民族的血泪发生了关联。他加入了当时位于我国东北地区的满洲第1014部队。根据我查的资料，这是日军野战重炮兵第10联队的代号，曾经驻扎在今天黑龙江省木楞市的八面通镇，也就是这里写的东满八面通。根据照片底部的备注，他一开始似乎是在伪满洲国的边境一带值守，偶尔还会做一些侦察任务。这里的日语写的是在阿穆尔河岸边侦察，阿穆尔是俄国人对这条河的称呼，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它叫黑龙江。接下来的这张巡逻照片显示，他转移到了齐齐哈尔，而在同一页的照片中，他成为了关东军化学部的一员，加入了一个代号526的部队。同年10月份，似乎又进入了其中的阿城教育队。而在这一页相册的右上角，令人意外地出现了一位女子的照片，千原月子，20岁。从穿着来看，她似乎是一名护士，这也是整本相册里除了主人公的母亲之外，唯一一个拥有名字的女性。她是他的什么人呢？相册的主人公并没有在此留下更多的信息。之后的照片显示，他在齐齐哈尔四处游历，还拍了很多现在可能已经不复存在的街头景象，例如说不上名字的古建筑，载着女子出行的4轮马车，在路边等着生意的算命先生，隔着鸟笼逗鸟的路人，热闹的路边小吃摊，在墙边愤懑的纳着鞋底的大妈，以及连上衣都没得穿，不知道是在缝裤子还是在剥什么东西的男子。总的来说，这些照片真的非常具有烟火气。我们很明显的就可以感受到，那个端着相机游走在齐齐哈尔大街上的人，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冷血动物。他知道什么是欢乐，什么是痛苦，什么是贫穷，什么是饥饿。但也正是因此，注定了还有一部分相册，或者说还有一部分记忆，不会被我们的主人公呈现出来。人是一种由记忆构成的生物，那些过去的记忆决定了我们当下的存在。也正是因此，没有哪个人会完全的想起所有的回忆，与之相反，我们总是下意识的根据当下的需要去决定我们该想起什么，又该忘掉什么。选择性记忆，这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基于这种本能，我们的主人公回想起了齐齐哈尔的街头风景，却下意识地回避了同样拍摄于齐齐哈尔的这张照片背后所发生的一切。在2021年的今天，很少有人能意识到齐齐哈尔加日本究竟意味着什么。1987年10月19日下午，地处齐齐哈尔的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供应处化建科接到了厂医院打来的电话，对方请求他们鉴定一种意外发现的油状液体。有人为了测试该液体是否为油料，竟试图去点燃，没想到毒气迅速填满了整个房间。2003年8月4日，还是齐齐哈尔，一个小区工地意外挖出5个金属桶，其中泄露出的油状物质让接触者眼睛红肿、泪流不止，全身出现了大量琥珀色的水泡。43位受害者中，年龄最小的只有8岁，其中31岁的河南籍民工李桂珍因多器官衰竭不治身亡。而这种油状液体就是被称作毒剂之王的芥子毒气。噩梦并未停止。2004年5月23日，人们在齐齐哈尔市一地窖周围再次发现300多枚毒气弹，一直到2007年5月4日，类似的泄漏事件一再上演，种种的惨剧都将矛头指向了曾经驻扎在齐齐哈尔市的关东军516部队。说到侵华日军的残暴，很多人都会想起恶名昭著的731部队。实际上，在侵华日军当中，论反人类程度，516部队比起731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在东北野外地区用活人进行了大量的毒气实验，而他们研制的化学武器不仅供给华北、华中和华南日军，还是计划中对苏联发动全面战争的战略储备。而在516部队的背后，还有一支更加神秘的队伍，这支部队的任务就是训练和辅助516，甚至协助731共同完成实验任务。它的代号就是526。没人知道526部队到底做过什么。根据一些日本老兵的回忆，1945年8月13日，在日本即将投降的前夜，他们接到了将一切文件资料和化学毒剂销毁的命令。于是，这些日军把各种化学毒剂、文件资料连同526的秘密一同沉进了嫩江河底。在战后的几十年中，这个秘密部队就此消失，甚至逃脱了战后的审判。曾经有人试图证明这个恶魔部队的存在，但由于资料极端匮乏，没能成功。而在6年前，当我第一次翻开这本相册的时候，我也没想到能证明526真实存在的直接证据就这么明晃晃地贴在这本相册里。而这个发现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很多媒体来报道526的存在，甚至还有官方人员拿着我的相册研究过一段时间。
这是一个让我有些自豪的经历。而当这本相册再次回到我手中时，当那种最直观、最条件反射式的仇恨得到发泄之后，真正让我感到好奇的是相册主人在战后所经历的一切。在齐齐哈尔的旅行街拍之后，我们就看到了主人公在战败前的最后一张照片，第25232部队。这是526部队在1945年4月更改后的通称号，日期标注为昭和20年7月。而在这张照片背后，整整5年的时间，我们的主人公没有更新过任何动态，这在相册里是一个有些罕见的现象。除了童年时期的照片，这本相册的时间线一直是比较连续的。那么在1945到1950这段间隔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它从相册中消失了呢？为了找回这消失的5年，我询问了几个对这方面有所涉猎的朋友，他们根据战后解密的日本战时档案，在日本的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查到了一份文件，其中表明，在1945年，化学部练习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526部队，有510人被苏军俘虏，他们被分成了5个作业大队，然后被送去了遥远的西伯利亚做强制劳动。介于相册主人的隶属关系，他很有可能在齐齐哈尔被编入了其中的第273作业大队。这个战俘大队一共有1500人，其中有460人来自526。他们在1945年9月16日从齐齐哈尔出发，18日通过满洲里进入苏联境内，最终到达了位于苏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第34号收容所。在迁移过程中，有4个人直接死在了路上。根据原作业大队人员日后的回忆，他们被送到了一个叫做克拉斯诺4号的劳动地点，那里应该就是隶属于苏联煤炭工业人民委员部的哈卡斯煤矿。这座煤矿位于现俄罗斯联邦境内的西伯利亚中南部哈卡斯共和国，当地在冬天的温度可以达到-30-40度。那些日军战俘的生存条件非常恶劣，大部分人营养不良。他们将在地下30米深的矿坑中每天工作8个小时。所以5年后，当我们的主人公再一次出现在相册里的时候，他就像个刚从医院里走出来的病人一样消瘦。从某种角度来说，他是幸运的，因为在相册的前半部分还有一些照片我没有展示出来。在那张隆重的出征照之前，相册里还贴着主人公学生时代6位好友的照片。从年份来看，他们先他一步成为了帝国的军人。在照片当中，他们大多表现得很自豪，其中一个还贴了很搞怪的大胡子。他旁边的2位女士明显也是同僚办的，只不过在明显是后加的备注里，主人公亲手为他所有的朋友写下了死讯。小泽慎平似乎是航空技术兵，死在了南太平洋；河崎秀雄死在了台湾。这4个人没有标名字，备注上说全员死于战火。和这些照片出现在同一页的是一张被主人公撕掉一半的照片，他穿的明显是和出征照里一样的服装，这应该是出征当天他和某个人的单独合影。那个被撕掉的人也许就是他从军路上的引领者。战争到底带来了什么？这是每一个翻到这一页照片的人都会想到的问题。在这本相册里，和战争相关的照片并不算多，但它却是整本相册都绕不过去的一个黑洞。直到2年之后，主人公才再一次更新了他的照片。此时的他似乎已经从往日的阴霾中走出。之后的相册里突然出现了几个陌生青年男女在某个大桥下的合影。这些人是谁呢？一开始我只当他们是相册主人之后认识的新朋友，可是右下角这个叉腰女子的脸让我越看越觉得像是在哪里见过。脸颊、发际线的走向，还有那个单纯的眼神，我突然想起来，这不就是昭和19年的出征照里那个把皮鞋擦得发亮的妹妹吗？不过这一次她又穿回了木屐。这个意外的发现也让我突然反应过来，旁边那个笑起来特别好看的漂亮姑娘，其实就是出征照里那个站在最后排不敢露出太多表情的小女孩。从昭和19年到昭和27年，8年的时间过去了。当我们的主人公再一次回到家乡的时候，他的妹妹们已经经历了自己的青春，甚至拥有了自己的家庭，还有孩子。时间从不因任何原因而停止流动，只有回过头来看到这些照片，我们的主人公才知道他究竟错过了什么。而时间在他自己身上也从未停滞不前，就像我们最开始看到的那样，他开始约着喜欢的女孩去划船，而坐在他对面的那个女孩就是当初在东北遇见的千原月子。昭和28年2月24日，他们走向了婚姻的殿堂。奇怪的是，在婚礼当天拍摄的众多合影里，唯独没有夫妻2人的合影。在之后的照片里，那个曾经效力于526部队的士兵彻底没入了人群之中。他和普通的社畜一样疲于应酬，他有自己的家庭交际圈，偶尔会出去团建，还是个很不错的摄影爱好者。他和家人的感情一直很好，他带着月子去各种地方游玩，去上野公园看西乡隆盛的雕像，有时候也带着妈妈一起出游。妈妈比以前更加衰老，他们自己也已经开始发福。在这张最后的合影里，我们的主人公又回到了他母亲的身边，就好像当初未曾离开过一样。
可这个世界真的还能一如既往吗？看不到，并不意味着那个黑洞就不存在。在这本相册背后，有太多谜团还没有解开。为什么相册的主人公要撕掉他的另外半边？为什么这本相册会出现在二手市场？为什么他没有隐去526部队的番号？为什么他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回到相册的一开始，照片右侧的昭和37年是整本相册里标注最晚的年份。相似的笔记证明，相册的主人公至少活到了1962年，那时他也不过39岁。为什么他在39岁就结束了相册的更新？此后的他又去了哪里？我试过用那些仅有的线索去找出主人公的下落。我搜过千原月子的名字，或者给府立七中现在的化身东京都立田木川高等学校发邮件，但一切都如同大海捞针，无法追溯。这本相册就这样摆在我的面前，我知道他从小到大长什么样子，我也了解他的大半个人生，但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是谁。如果可以，我真的很想当面询问相册的主人，对你来说，战争真的结束了吗？在你成为普通的社畜之前，在你收获爱情的感动之前，在你从西伯利亚的冰雪中离开之前，你到底在中国的东北做过什么？在出征的那一刻，你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当你想要为天皇尽忠的时候，当你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个男子汉的时候，你到底有没有想过前方等待着你的究竟是什么？当暮年的你翻开相册，你会不会疑惑，为什么一个天真可爱的5岁小男孩有朝一日会成为最残酷的恶魔？当回忆都成了一种酷刑，也许遗忘是最好的选择。可不巧的是，那个应该被下意识遗忘的地方，齐齐哈尔，还有另一个见证者，还记得吗？我们的主人公就是在那里认识了千原月子。我非常怀疑，多年以后，当相册的主人公看向他的妻子，回想起他们最开始的点点滴滴的时候，真的不会顺带着想起任何一丝他同样在那里见过的场景，那些绝望的嘶吼，那些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还有那些被倾倒进嫩江河底的秘密。我没有在之后的照片里找到任何他们拥有孩子的迹象，这也许只是一种无端的联想。在相册的后半部分，唯独有一页照片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排列，那就是他那些没有参加过战争的妹妹们在昭和27年的合影。这些照片被特意贴在了相册的最后一页，如同最后的告别一般，旁边还留着主人公在这本相册里最后的注释：みんな幸せに。祝大家幸福。